多勒斯离职后，约翰·麦克恩成为美国中情局的第4任局长。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几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比如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之死，还有多次的刺杀卡斯特罗计划。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中情局对卡斯特罗的刺杀。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麦克恩出生于1902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在猪湾事件过后，麦克恩接手中情局局长的位子。1961年11月，尚在人世的肯尼迪总统和兄弟罗伯特暗中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目标就是废掉卡斯特罗。猪湾行动的惨败让肯尼迪十分难堪，当时他才当上总统2个月，就要为猪湾那破事儿负责任。中情局的失败还让卡斯特罗威望大增。11月的一天，麦克恩被肯尼迪叫到白宫。麦克恩坐下后，发现除了总统兄弟外，还有埃德·兰斯戴尔准将。总统告诉他，兰斯戴尔的新职务是针对卡斯特罗的特别小组行动组长。罗伯特·肯尼迪告诉麦克恩，推翻卡斯特罗是美国政府的头等大事，无论花费多少的人力物力都必须完成。麦克恩提醒罗伯特，现在中情局能参考的古巴情报并不多，当前在古巴的20多名特工只有10几位能联系得上，还是断断续续的那种。在4个星期之前，还有几名特工刚潜入古巴就被逮捕，这事难搞。兰斯戴尔替中情局拟定了一份办事清单，里面列出来的都是让中情局用尽全力搞垮卡斯特罗，像什么用生化武器破坏古巴农作物了，找宗教分子分裂古巴了，还有对古巴使用白磷弹。当时的中情局行动处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在收到清单后，成立了一个对兰斯戴尔和罗伯特负责的任务小组，向全世界招揽人手。这个组织动员了600多名中情局官员和5000多名招聘人员，以关塔那摩湾为基地，着手准备后边的事。赫尔姆斯选中了曾经参加黄金行动的哈维来领导负责暗杀行动的猫鼬小组。在1962年，哈维搞出来一个步枪计划，聘请了一位没有国籍的人，想要利用此人干掉卡斯特罗。他的计划被赫尔姆斯批准，哈维还拜托赫尔姆斯不要告诉麦克恩，他认为局长一定会从各个方面反对这件事情的。1962年4月，哈维在纽约见到了芝加哥黑手党头目，请一位名叫约翰·罗塞里的黑手党成员去刺杀卡斯特罗。黑手党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只要给钱就行。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握手成交。只要黑手党能在1962年5月之前干掉卡斯特罗，他们就会得到15万美金。后来那位黑手党头目收到了11万美金。1962年4月，杀手约翰准备潜入古巴，要中情局等他的好消息就行了。哈维给了约翰一包毒药，让他毒杀卡斯特罗，他还亲自给约翰送了过去，还给了约翰一大笔钱。就在这次交易结束后，这位叫做约翰的杀手就再无消息了。中情局掘地3尺都没找到他，就只能当作被狗咬了。鼎鼎大名的中情局被黑手党骗了，这传出去不得被别人笑掉大牙。这件事也让赫尔姆斯想到振奋气势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对古巴的工作。他把更多的中情局特工调往古巴。到1962年夏天，已经有45名特工潜入古巴。整个猫鼬行动的成果就是这45人组成的谍报网，但用了5000万美金。罗伯特·肯尼迪当时的想法是利用突击队炸掉古巴的重要设施，不过都未付诸行动。中情局想继续通过暗杀的手段干掉卡斯特罗。他们曾经试图在卡斯特罗的香烟、咖啡里下毒，还有带有致命毒菌的手帕，涂有海蜇毒素的毒针，这些通过收买卡斯特罗的身边人下手。比如中情局精心特制的雪茄，只要卡斯特罗把雪茄茄放在嘴上，他就会马上残废。但这个雪茄根本没有进入古巴，反而是卡斯特罗，他得知有人想在他的雪茄中下毒，最终戒掉了烟瘾，贻笑大方属于是。中情局曾经想要通过药物改变卡斯特罗的形象，比如让他在公众演讲中出丑，使用脱毛剂让他的胡子全部脱落，毁掉他非凡的男子汉形象。不过这些都没有实施。卡斯特罗终身未婚，中情局就想是不是能从这里下手，用美人计看能不能搞定他。毕竟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们找到了位美丽的巴西少女，在经过半年的强化训练后，1965年，少女化名为巴蒂，和15名杀手一起潜入古巴。巴蒂进入古巴文艺界，凭借着过人的美貌，很快崭露头角，引起了卡斯特罗的注意。
在两人见面时，作为杀手的巴蒂反而被卡斯特罗的魅力打动，错过了几次机会。1966年1月1日，古巴国庆前夕，巴蒂搞到了卡斯特罗的国庆安排，准备在卡斯特罗和古巴青年握手交谈时动手。不过在当天，卡斯特罗突然改变了行程，这次是中情局拖了巴蒂的后腿。他们为了打击古巴的旅游事业，策动间谍发动恐怖袭击，在哈瓦那的旅馆酒店中放置了炸弹。在其中一次爆炸中，巴蒂的弟弟和妹妹被炸死。巴蒂知道这是中情局所为，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向古巴安全部门自首。根据巴蒂的情报，古巴安全部逮捕了他这伙特工。不久后，又破获了另一个中情局在古巴的情报网。中情局叹息，在古巴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但并未选择停手。他们继续寻找像巴蒂一样的女性杀手，但被中情局选中的女杀手大都命运悲惨。其中最惨的莫过于卡斯特罗曾经的恋人玛丽塔·洛伦兹，她被称为 CIA 最美间谍。玛丽塔是移居美国的德国人。1959年的一天，玛丽塔父亲的游船在哈瓦那停留，玛丽塔在此邂逅了卡斯特罗。这一天，卡斯特罗的游船刚好抛锚，恰巧玛丽塔父亲的柏林号就在这里，卡斯特罗便登上了柏林号。这两人是一见钟情。卡斯特罗在离开时和玛丽塔交换了联系方式，两人经常联系。卡斯特罗邀请玛丽塔来到哈瓦那相聚，玛丽塔在哈瓦那和卡斯特罗度过了几个月时间。此后两人经常见面，并准备结婚，还有了一个孩子，不过是早产儿。玛丽塔回到美国后，中情局的人就找到了她，给她看了一张死因的照片，告诉她卡斯特罗杀了她的孩子。玛丽塔大感震惊，中情局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洗脑和培训，使她成为了一名中情局特工。玛丽塔带着对卡斯特罗的仇恨，再次去到了古巴，但再见面时恨意全无，满眼都是爱。二人见面的第一句，卡斯特罗便说：“你是回来杀我的吧？如果你觉得我该杀，就动手吧。”玛丽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的这次行动自然也没有成功。后来玛丽塔又被中情局派到多地执行任务，中情局还想过利用海明威的妻子古巴的黑帮卡斯特罗的遗失去完成刺杀任务，不过都没有成功。直到肯尼迪被刺杀后，才停止了对卡斯特罗的刺杀行动。新总统约翰逊明令中情局不准再搞暗杀行动。卡斯特罗能躲过暗杀原因是多方面的。古巴安全部门后来统计，在古巴革命到卡斯特罗卸任，一共躲过了638次暗杀行动。为了更好地羞辱中情局，还在哈瓦那建立了一个关于刺杀卡斯特罗的博物馆。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